我这里有2张面具，一张美，一张丑，你们姐妹俩选哪一个？我要这个！饶宇，你疯了！你可是要入宫当人上人的，怎么能选这么一张丑脸？娘亲，您别管，我自有打算。姐姐，瞧我对你多好，这张倾国倾城的脸我可给你留着呢，还不快跪下向我谢恩！妹妹既然这么喜欢这张有疤的，那姐姐就不夺人所好了。你这孩子，那是仇家破毒害命，好不容易重金求来鬼医这2张面具保命，你偏要选个丑的。鬼医先生，您快劝劝他呀！脸是他们自己选的，落手成器，换不得。娘，您懂什么？这宫里的路，长得漂亮可未必是好事。姐姐，这倾国倾城的容貌，妹妹就让给你了，你可得在那深宫里好好享用啊。苏饶宇这时也做了那场梦，那场噩梦居然是真的。狐媚惑主的东西，也敢相望皇上！来人，将他拖下去，关进冷宫！是你吗，佩佩？齐南王既然觉得这宫女像你亡妻，朕便成全你，让贵妃收她做义妹，以正王妃之礼出嫁。姐姐，我快死了，这盘糕点是我最后的心意，你尝尝，就当是送你的新婚礼。你下毒！凭什么你在王府风光无限，我却在这等死？我要你陪我一起下地狱！苏饶宇，原来你对我的怨恨已经到了要拉我同归于尽的地步。这一次，你以为抢走这张带疤的脸，就能像我梦里一样稳坐齐南王府的位子？可惜啊，你根本不知道齐南王府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姐姐，拿着这张脸入宫，可千万要当心贵妃娘娘的脾气啊！多谢妹妹让脸，也谢妹妹成全。公公，一点心意您收下。这脸怎么回事？坑坑洼洼的，也敢往宫里送？公公辛苦，小女只是近日有些水土不服，起了些红疹，擦了粉便看不出了，您多担待。这一届选秀送上来的美人没几个像样的，上头交代了，得从你们这批宫女里挑几个拔尖的顶上去。生了这么一张狐妹子脸，一看就不是安分守己的。就是，以后指不定怎么勾引贵人了。哎呀，长得太美就是招人疼。姐姐，你可得千万受着点儿啊！胭脂里下毒，这些手段当真是一点没变。梦里我替你挡了所有的脏事，这一次你就慢慢看着我是怎么在这步步杀气的深宫里活得比你更风光。要是能分到安喜宫或者承乾宫，那才是真的造化，说不定哪天就被皇上瞧中了。咱们这身份，能去贵人跟前递个水就不错了，谁不想往高处走？都吵什么？分派去向已有决定，谁想去御膳房这种累会儿的地方，自个儿站出来。嬷嬷，奴婢愿去御膳房当差。唉，我这模样哪敢去贵人面前碍眼？我入宫本就是家里逼的，只想混个出宫的年岁。饶宇，你真厚道，你不争不抢的。御膳房那地方虽然累，但也清静，以后还得姐妹们多照应。嬷嬷，你拿着。是个懂事的，御膳房缺个伶俐的，定会有你的位置。自毁容貌，自降身价，只为了去御膳房等那个人。妹妹，你这出欲擒故纵演得真好。嬷嬷息怒，饶宇这些日子教我们规矩辛苦，他定是累着了。是啊，嬷嬷，饶宇平时最是尽责，您就饶他这一回吧。行了行了，没摔着就成，先去歇着吧。小小年纪就学会偷拿旁人的首饰，既然管不住手，
就在这雪地里好好清醒清醒。长得美有什么用？手脚不干净，照样被嬷嬷罚。姐姐，这美人皮的滋味，你可还能承受得住？这张脸倒是长得利索，就她了，带去安喜宫。苏饶宇，去御膳房报道。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名为苏莲雾。哼，莲雾，听着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名字。你可知这新入宫的宫女多如繁星，本宫为何偏偏点名挑中了你？奴婢不知。抬起头来。有人告诉本宫，这一批宫女里藏了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本宫原本不信，今日一见，还真是名不虚传啊。梦里苏饶宇是因为给皇帝倒茶才着火，怎么我才来安喜宫第一天，贵妃就要对我动手？刚才贵妃说有人告诉她，看来是苏饶宇提前告密，想直接断了我的生路。天生一张狐媚惑主的脸，怎么能安心做好分内之事？等等！娘娘，奴婢有话要说。死到临头，留句遗言倒也不是不行。说吧，本宫听着。娘娘可知，这后宫的红颜易老，即便没了奴婢这张脸，明日还会有更多鲜嫩的脸送进来。但奴婢手里有一道祖传的秘方，不仅能让娘娘容颜永驻，更能让这宫里的男人见了娘娘便再也挪不开眼。大胆贱婢，竟敢在娘娘面前满口胡言，试图拖延时间！慢着，秘方，这宫里的太医，甚至外头的神医，本宫见多了，谁也没敢开这个口。你一个下贱的宫女，凭什么？就凭奴婢这张脸，本非生来如此，而是靠这药调理出来的。娘娘若是不信，大可看看奴婢的双手。奴婢并非求死，而是求一个为娘娘效力的机会。若这方子没用，娘娘随时可以取奴婢性命。到那时，奴婢甘愿受千刀万剐。你说的可当真？奴婢说的句句属实。娘娘若不信，大可一试。如果奴婢做的不好，再处死奴婢也来得及。好，本宫就给你这个机会。若你敢耍花招，本宫不仅会划烂你的脸，还会把你剁碎了喂狗。那便依你所言，留你一命。算你命大，还不快滚下去准备！苏饶宇，你以为把我送进安喜宫是借刀杀人？可惜这把刀现在归我用了。瞧见没？那是苏灵雾。刚进宫那会儿，谁都以为她这张脸活不过3天，谁说不是呢？结果人家现在不仅没死，还成了娘娘跟前的红人，连大宫女见了她都得客客气气的。真好奇她到底给娘娘灌了什么迷魂汤。灵雾，这是娘娘刚赏的，说你辛苦，让你加在方子里。有劳姐姐了，这火候刚到，娘娘该喝药了。这水怎么这么冷？这种活也是人干的吗？废什么话！这点小事都干不好，苏家养你这种大小姐是来宫里享福的。我是苏家的嫡女，你竟敢！在这宫里只有主子和奴才，再切不好，今晚就去刷马桶。你没死，贵妃居然没有杀你！这是贵妃昨日才赏的，让妹妹失望了。我费了那么大功夫，花了那么大价钱，把你的名字送到贵妃耳朵里，没想到倒给了你攀龙附凤的机会。妹妹，父亲让你我姐妹齐心协力，在这宫里闯出一片天来，你又为何这般害我？姐妹，苏灵雾，收起你那副恶心的嘴脸，就你这样低贱出身的庶女，也配和我以姐妹相称？你不过是踩了狗屎运，暂且得了贵妃的眼，但你记住，野鸡永远变不成凤凰，再有几日便是宫里的春宴，你且得意着吧，看看你我谁能笑到最后。春宴，那是齐南王选妃的日子。妹妹，你既然这么急着去过好日子，那我一定成全你。听说齐南王也会来，
那可是举国皆知的痴情种子呢。是啊，谁要是能被他看中带回王府，那才是掉进福窝里了。春燕，能见到齐南王啊！听说齐南王可英俊了，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妹妹，等到你发现齐南王府藏着的真相时，还会不会如此期待呢？苏饶宇，里面传菜都忙成一锅粥了，连主子们的点心都差点供不上，你还傻站在这里干什么？等死吗？公公恕罪，奴婢脚背绊了一下，这就进去。这个时候，他也该来了。佩佩，这道伤痕落在你这张脸上才叫绝死。来了，我的好妹妹，你梦寐以求的救星终于来了。王爷，您喝多了，这路窄地滑，您小心些。滚远点，别碰本王！王爷，我的好妹妹，你以为只要出现在这里，她就会像梦里对我那样对你？怎么会这样？这不对，这和梦里完全不一样。他为什么不看我？王爷，请留步，你的东西掉了。佩佩，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王爷，疼！王爷，您先松开，您认错人了，奴婢不是佩佩。看啊，就是这副深情的皮囊。妹妹，你现在有多幸福，以后就有多摧残。不，你就是他，本王绝不会认错。王爷，奴婢真的不是什么佩佩，奴婢只是御膳房一个卑微的小宫女。既然你这么想演这出戏，那我也该去添一把火，让这出戏烧得更旺些。不是佩佩，那你是谁？说，为什么要长着这张脸来骗本王？听闻王爷找佩佩，是在找奴婢吗？奴婢的乳名就叫佩佩。王爷，奴婢是佩佩，奴婢刚才只是太害怕了，才不敢承认，奴婢就是佩佩佩佩这个好名字也是你一个奴婢能用的，和贵人重名是大忌，自己下去领罚。是，王爷。姐姐，你真是自不量力。王爷明明抱住的是我，你怎么敢自称佩佩的？瞧瞧这背后的伤，滋味不好受吧？是我失算了，我以为王爷会喜欢漂亮的，没想到王爷可不是肤浅之人。姐姐，你那张脸再好，也入不了王爷的心。王爷说了，等春宴结束就请旨接我出宫，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蠢货，我若不去激你这一把，你又怎么会急着去抢这夺命的差事？你以为那道疤是你的福气？佩佩，这样你才完美，只有这样，你才只属于我。那道疤可是他亲手一刀刀刻出来的。苏然宇，你正顶着他杀人的证据在向他戏养。大戏终于要开场了。娘娘，今日的当药加了雪花与天麻，最是养颜，请趁热服用。近来宫里听到件奇事，齐南王要娶一个御膳房的宫女，请旨都请到皇上那里去了。那宫女是如何的天香国色，竟能让齐南王这样不沾女色的男人动心？恰恰相反，本宫听说那宫女相貌平平，脸中还有一道明显的疤痕，说是个丑女也不为过。那齐南王还……齐南王和皇上说，这女子与他死去的发妻一模一样，他一定要娶她。原来是沾了故去王妃的光。不过，这天底下真的有长相一模一样的人吗？连疤痕都一样？莲雾，你对于人的容颜容貌很在行，你说说看，这天下会有完全一样的两张脸吗？奴婢认为没有。
即使外表上有几分相同，人与人之间的神也一定不同。神不同，说得好，皮囊易换，神骨难磨。阿姐，你宫中竟有如此标致的美人，真是让我开了眼了。不过，生得这般艳丽，留在身边，是不是该……莲雾可不是一般宫女，她早就通过了本宫的考验。皇上驾到！是个懂规矩的，知道自己什么身份，没想在皇上面前露脸。你这几个月吃的养肤养肌丸，可都是出自他手。原来是你，不过你那些美容养颜丸确实有用，好多人追着我要呢。他这张脸若是生出来的，本宫自然容不下。可他说了，这是靠药堆出来的。这宫里最不缺的就是美人，但缺的是能让本宫不老的神仙。只要本宫还要美下去，她这命就得一直吊着。差点忘了，那御膳房的丑女，最后呢？陛下答应齐南王了吗？答应了，说是婚期就定在下个月，要以正王妃的规格迎娶。咱们这宫里啊，又有的热闹了。本宫倒要看看那个丑女能得宠几天。苏灵雾，瞧瞧这些，就算你有张美人脸又有什么用？费尽心思百般讨好，也只能为奴为婢，养人鼻息而活。你如今在贵妃面前像条哈巴狗似的摇尾乞怜，活得了一时，活不了一世。等哪日贵妃心情不好，取你性命轻而易举。而我就不一样了，等我明日嫁入王府，成为齐南王妃，我就是全京城女人最羡慕的人。我有王爷疼爱，有尊贵身份，而且王府里还没有别的女人，只有享不尽的荣华富。好姐姐，下次再见，你可就要向我跪地磕头行礼了。妹妹，你当真甘愿一辈子顶着这张带疤的脸活吗？我知道你一定是嫉妒我才会这样说，这张脸不过是缓兵之计。等我变成王妃，让王爷一点点爱上我，让他离不开我。终有一日，我会卸下这张人皮面具，和王爷坦诚相待。坦诚相待？妹妹，你愿意与他坦诚相待，那王爷愿不愿意接受你呢？毕竟你的真容可不似从前那般美丽了。你是不是忘了那晚仇家他泼下来的毒液是怎么在一瞬间腐蚀掉你的皮肤，让你那张天生丽质的脸变得坑坑洼洼，如同烂泥？那种痛，你已经忘干净了吗？剥开这层画皮，你觉得齐南王是会心疼你，还是会被你吓得作呕？苏莲雾，你又算什么东西，敢这样和我说话？我是王妃，你不过是个低贱婢女，我毁了容，你也没好到哪儿去。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揭穿你的真面目，让你这张喋喋不休的嘴彻底闭上。揭穿真面目，妹妹，你也得有命回来再说。一更了，这个时辰洗尘该挑起了。妹妹，你应该已经和王爷拜完堂入洞房了吧？妹妹，本王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那位深情的王爷该露出真面目了。妹妹，你是会先惊讶呢，还是先感到恐惧？齐兰王王妃到！这位王妃不是刚大婚7日吗？怎么回宫回得这么急？终于来了。贱人，你这个贱人！不知奴婢做错了何事，让王妃上来就要在贵妃宫里动手。都给本宫滚出去！滚！苏莲雾，我当真是小瞧了你。你知道的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王妃说笑了，奴婢该知道什么？不知王妃指的是谁？装傻！你还在装傻！你明明知道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还把我往火坑里推！苏莲雾，你也做了那场玉之梦，对不对？你是他的王妃，
你很清楚，你一直都很清楚。对，就是这种颜色。佩佩，你真美。妹妹，你终于发现，做了那场预知梦的，从来就不是你一个人。既然如此，我就告诉你吧，他多年不娶，才不是因为情深，而是因为有着那种见不得人的癖好。他最喜欢的就是把人逼到绝境，欣赏人在窒息和痛苦边缘时那种扭曲又恐怖的表情。他根本不是什么清雅出尘的闲散王爷，他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我才明白，恐怕钱王妃之死也不是偶然。他这些年不娶，是因为没找到合口味的猎物。他确实深爱钱王妃，而你的这张脸，还有这道疤，和他发妻太像了，所以他彻底疯了，要在你身上复刻他们之间的一切。在梦里，我被他折磨了3天3夜，脖子上的勒痕怎么都消不掉。别说了，你别说了！在王府，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每当日头落下，我就开始发抖。全京城的人都以为齐南王府是人间宝地，只有我知道，那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阴曹活夫。看来我的好妹妹现如今也终于亲身体会到这个秘密了。你怎么敢的？你怎么敢这样对我的？你一个下贱庶女，竟然敢算计我！我要你不得好死，我要杀了你！庶女？庶女怎么了？庶女照样能活得比你这个嫡女更好更久。放肆！娘娘，救我！王妃她要杀了奴婢。区区一个齐南王妃，也敢在本宫宫里放肆，简直目中无人！来人，将她拿下！回禀娘娘，臣妾有事禀报，您被骗了。这个宫女她根本就不长这个样子。她一直在欺骗娘娘，欺骗皇上。她这张脸是假的，是画皮。她犯了欺君之罪，理应处以极刑。她入宫时验过身家，貌比天仙，也是本宫亲眼所见。你口口声声说她易容，你又如何得知？臣妾和她是同乡，最知道她的底细。以前同为宫女时，我知道她仗着这张脸想要争宠，使了狐媚手段。今日发现她在贵妃您这儿当差，定是不安好心。臣妾特意前来拆穿她。王妃，奴婢不知何处得罪了您，竟要遭此污蔑。苏莲雾，你这层皮该剥下来了。娘娘，臣妾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不信您看。快看啊，她的脸翘起来了，那是假脸。真是糟糕，这药水还是被妹妹拿出来用了。娘娘，你看，她的脸是假的，她是妖怪，是骗子。娘娘，快派人将她拿下，带去慎刑司处置，一定要剥了她的皮，看看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全天下只有2瓶的画皮水，你为了回我，竟然连自己最后退路都不要了。杀掉她！娘娘，快下旨杀掉这个欺君罔上的贱人！娘娘，这就是奴婢之前所说的易容之术。只要娘娘想，奴婢可以继续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施展此术。这可是很好的本领啊！好极了！苏莲雾，你有此绝技，从今以后你就是本宫的贴身大宫女。怎么会这样？不可能，绝对不可！娘娘，她在撒谎，她根本不会什么易容术，这张脸是她偷来的，她在骗您啊！够了，她会不会易容是她的事，而你区区一个王妃，竟敢擅闯安喜宫，是活腻歪了吧？求贵妃饶命！求贵妃饶命！臣妾一时糊涂，臣妾再也不敢了。内子疯癫，冲撞了娘娘，本王定会带回去，好生管教。莲雾，你过来。你说你能再次施展易容之术，那你能不能做一张别人的脸给本宫用用呢？不知娘娘想要谁的脸？皇上，他竟然想找人取而代之，这是要谋逆。当然可以，
娘娘所愿，奴婢必当倾力而为。很好，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在这宫里，跟对了主子是命，办错了差事就是死。贵妃母族势力强劲，皇上防她如防贼。她现在想偷天换日，我也被迫被绑在了这条船上，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做什么大宫女，更不想陪她玩这种掉脑袋的游戏。我要的是自由，我要出宫。想要金蝉脱壳，得先让这宫里彻底乱起来。我的好妹妹，这一局还得靠你来帮我收尾呢。哎，你听说了吗？自把上回齐南王妃在咱们这儿闹了一场被带回去，这都大半个月了，宫里愣是一点响动都没有。人那是新婚燕尔，肯定在王府里和王爷恩恩爱爱、蜜里调油呢，哪还舍得出来露脸啊？背后议论贵人，是觉得这舌头长得太稳当了。蜜里调油，那是你们没见过齐南王的油里带着多少人血。齐南王，你这藏人的癖好真是一点都没变。不是我，王爷，我真的不是佩佩，求求您饶了我吧，我不是他。王爷，他的脸我已经给您了，求您放我走吧，或者打过人，或者您换配的脸贴在别人身上，当成是他。王爷，其实我还有一个姐姐，她比我更像佩佩，她苏莲雾。妹妹这是用了画皮药水，摘下面具，想逃过一劫。别怕，我是来帮你啊。妹妹，你可知为何齐南王见你的第一眼就笃定的喊你佩佩？他贵为亲王，为何不害怕自己认错人呢？因为这道疤是他亲手刻在佩佩脸上的，他太熟悉每一寸深度，每一道弧度了，所以你现在用的就是佩佩的脸。你骗我！你想吓我！你这个贱人！你一定是编出来骗我的！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实话。妹妹难道从来没想过鬼医手里面具都是从哪里来的吗？还是由我来告诉妹妹吧。鬼医的面具都是从那些死在齐南府中的女人的脸上活生生剥下来的。对，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佩佩，你只是一个偷了佩佩脸的小偷。所以妹妹，就算你露出这张烂脸，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他那么深爱佩佩，怎么能允许你这样一个偷佩佩脸的小偷活下去呢？不是我不是小偷，面具是诡异，面具是诡异给的，不是我偷的。你是小偷，你想偷走本来属于我的人生，所以才在迫不及待地抢走这张脸。你想干什么？苏莲雾，你到底想干什么？换脸，帮你换回原来的脸。一直以来，2张脸都是妹妹先选，梦里你选美的，害得我入地狱；现实中你选丑的，想看我在贵妃手里求死。现在这张丑的不能用了，妹妹要不要试试这张美人面具？苏莲雾，我不要你的脸，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向来都是妹妹要这要那的，怎么现在反而不要了？你的脸为什么没有伤？你没中毒？那天仇家破药的时候，你明明也接到了，为什么你没毁容？为什么？因为我早就做了那场预知梦啊。你只梦到了选面具的那天，而我梦到了被毁容之前。姐姐救我！我曾想过，如果你这次没有第一时间拉我当挡箭牌，
我会把研制好的解药分给你。可惜，妹妹，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妹妹，其实我没有说谎，易容术真的是我跟着师傅学来的。等你顶着这张脸被贵妃发现，我就可以用我自己的真面容出宫，去江湖找他老人家，当一个快活游医。到时候王府有多混乱，贵妃会如何对你，都不关我的事了。你到底是谁教出来的？你师父是谁？鬼医啊，妹妹，这一世还要多谢你成全。西南王，本宫的大宫女怎么会死在你王府的暗牢里？这一身的伤，你当本宫是死人吗？娘娘管的未免太宽了，这是本王的家事，倒要问问娘娘，你的手伸进王府，到底是想搜本王的人，还是想要本王的命？好呀！你们一个祸乱朝纲、妄图谋逆，一个草菅人命、丧心病狂！来人，把他们通通给朕拿下！莲雾，药磨好了吗？师傅，磨好了，我刚也弄出点新毒药，不过这药性啊，比不上当年给贵妃吃的那些美颜丸。不错不错，不愧是我鬼医的徒弟。对了，丫头，你是准备出去游历了吗？对，师傅，我准备出去看看，一边游历一边行医。神医啊，我这咳喘看了多少名医都不见好，吃了苏姑娘2副药，昨儿晚上竟能睡个安稳觉了，可不是嘛？仁心堂看个感冒都要1两银子，苏姑娘这儿诊金随缘，没钱的还倒贴药，真是菩萨心肠。这些夸大的话不必再提，我不过是个游方郎中。大娘，这副药回去3碗水煎成1碗，记得避风。多谢苏姑娘，您真是救了老婆子的命。让开让开！哟，这平江府什么时候出了位这么俊俏的女菩萨啊？小丫头，你懂不懂规矩？这平江府方圆百里的医事，自有我们仁心堂管着。你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野医，敢在这里抢生意？医者仁心，何来抢生意一说？这破庙外的病人大多是求医无门的穷苦百姓，若是仁心堂能治得了他们，我自然不会在此。你少跟老子扯什么大道理！仁心堂的大门朝哪儿开，那是知府大人说了算的。小丫头，老子最后警告你一次，这平江府的水深得很，限你3日内卷铺盖滚蛋，否则你就不用走了，直接留在这乱葬岗挖坑吧。平江府的路谁都能走，药摊我就摆在这里，3日后若我不走，倒要看看仁心堂有什么不客气的法子。好，有种咱们走着瞧。苏姑娘，快走吧，那仁心堂可招惹不得，管家的主子是知府大人的小舅子，在这平江府，他们就是王法，横行多年了，谁敢跟他们对着干啊？大娘，多谢提醒。见过京城的腥风血雨，这点地方豪强的威胁，倒是让我想起些老朋友了。苏姑娘真是信守承诺，说一诊3日，果真一步也没挪。可今儿就是仁心堂给的最后期限，那帮恶霸恐怕……苏莲雾，看来你是真把老子的话当耳边风了。病患未尽，医者怎能擅离？这地界是公道人心，不是你周家的私产。死到临头还嘴硬，给我砸！连人带摊子全给我拆了！来去呀！我的眼睛好了，动不了了。你使了什么妖法，竟敢公然行凶？不过是些寻常催泪的草药，给他们清醒清醒脑子，免得整日里跟着你仗势欺人，忘了这平江府还有公理在。好，你等着，周员外定要你这小贱人死无全尸！走！迷香，仁心堂的手段真是越发下作，连这种江湖下三滥的东西都使出来了。这迷香的火候差了点儿，下次记得多加半匙曼陀罗。原本新调配的3球日散，但既然你们喜欢下药，那就试试这个，不致命，只是会让你们在茅房里住上3日。滚吧！看
看任心堂这帮狗腿子，这是吃了谁家的烂肚子药了？这就是报应。昨儿个刚欺负苏神医，今儿个就成了平江府的笑谈。一个流芳野医，竟能把任心堂闹得人仰马翻。老爷，那丫头邪门得很，会功夫还会施毒。哼，在这平江府会点医术功夫就想翻天？既然她不吃硬的，那就让知府衙门的人去教教她什么叫王法。去，给知府大人递信，说平江府出了个散播异评的妖女。苏神医，真乃华佗再生啊！骨头虽接上了，但100日内不得负重。苏灵物，有人告你庸医害人，医死了诚心的王阿婆，跟咱们回衙门走一趟吧。放狗屁！苏神医救人无数，怎么可能医死人？这肯定是任心堂那帮畜生栽赃，你们衙门不能乱抓好人。状书在此，人命关天，谁敢阻拦公车办案，一并拿了。娘啊，你死得好惨啊！就是吃了那个女妖医的药，你才咽气的呀。人带到了，苏莲雾，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捕头大人，既然是我医死的，总得让我看看尸体。若是我的错，我抵命；若是有人栽赃，我也绝不平白受辱。任心堂动作挺快，王阿婆前日确实来求过药，但只是寻常的风寒，绝不致死。这药渣里多了一味剧毒的草乌，我的药方里从来不会给年过6旬的老人开这味虎狼之药。胡说！这就是你开的方子，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字迹清俊，确实像个读书女子的手笔。苏莲雾，你还有什么抵赖的？字迹模仿的倒是有几分神似，但我苏莲雾开方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我幼时随师傅习医，每一味药名旁都会随手画一个小小的草药标记作为防务。这张方子只有字没有画，这药是谁塞给你的，你自己心里清楚。看吧，果然是栽赃。师爷来了，一个草药标记能说明什么？说不定是你故意漏画，好在出事后脱罪呢。捕头，周员外和知府大人都等着呢。不管怎样，先将人带回衙门锁了。师爷说的对，这平江府的衙门我是该去坐坐。仁心堂、知府衙门，你们以为把我关进牢里就能了事？这出戏入了大堂才算真开场。大胆民女苏灵雾，人证物证俱在。你医死王阿婆，害得王家家破人亡，还不速速招来，你可知罪？奴婢无罪，何来招供一说？王阿婆死于草乌中毒，而那张药方字迹虽像，却无奴婢行医的私迹。这公堂之上，到底是审案，还是有人在官商勾引，故意栽赃？大人，您瞧瞧，这野医到了公堂还敢血口喷人，若不严惩，朝廷威严何在？咆哮公堂，藐视本官！来人，给我打！先打这招反30大板，看他嘴硬到什么时候！想屈打成招，那也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哎呦，我的手没劲儿了！你竟敢当堂拒捕，还要行凶不成？奴婢只是不想受这无妄之灾。大人若是想屈打成招，奴婢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大人，这丫头会邪术，硬来怕是闹大惊动上头，先关进死牢，断了她的水粮，看她能撑几天。丰富，简直是丰富！来人，先押入死牢，择日再审。是。择日再审，只怕你们没这个机会了。周员外，你这字迹倒是比伪造药方时要真得多。钱贵，钱贵，你去别家呀！这平江府除了仁心堂，哪还有医院开的门？可是这药一股霉味儿。废话少说，爱要不要？滚！劣质药材高价垄断，官商勾结。周员外，既然你想要这平江府的药材命脉，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彻底崩盘。观察了3天，仁心堂不仅垄断了药路，连这药柜里的心都烂透了，以次充好，甚至连发霉的毒草都敢卖，简直草菅人命。小哥，这是我给婆娘攒的救命钱，劳烦您给抓夫上好的止咳散。这就是上好的，看你这穷酸样，也就是咱们周老爷心善，换了别家这钱，连药渣都买不着。老哥哥，这药可吃不得啊！
瞧这百合边都长毛了，这是发霉的死药。哪来的臭要饭的？竟敢砸咱们仁心堂的招牌！你懂个屁的药材！老夫我家里3代行医，这点没点子还瞧不出？这药吃了不仅治不好咳气，怕是要生生烂了肺腑。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杀人了！仁心堂卖假药被拆穿，要打死老婆子灭口了！真是烂的！上回我儿子吃完上吐下泻，原来是这种脏货！黑心仁心堂赔钱！哪来的疯婆子在这儿捣乱？家丁呢？还不把这招摇撞骗的东西给我撵走！哎呦！遭天谴呐！这仁心堂迟早要塌！痒死我了！你们这些饭桶，平时吹的天响，连个疹子都治不好。老爷，这红疹来势汹汹，并非寻常风疹。小人行医20年，闻所未闻啊！滚！签告示，谁能治好我这病，赏银100两。是，不，1000两。老先生当真能治？疑难杂症，恰是老朽所长。员外这病乃是深山毒瘴入体，加上平日里药材阴气太重，反噬其身，必须用万年雪莲、千年赤参等昂贵之药，每日外敷内服，方能拔毒。只要能治好，多少钱我都给。快开方子！这药材嘛，必须去平江府外重金搜罗最鲜活的。这是你们急需的红参和菌贝，拿去救孩子。记得说是由方医送的。周员外，你用假药骗来的银子，我就用来给你买真药，再送还给那些被你害苦的人。这上千两银子的诊费，你慢慢熬着吧。员外，这拔毒已到了关键时刻，只是那万年雪莲还需3朵，100年灵芝也得续上，这银子可省不得。去买，只要能治好我的病，1000两银子也是小事。老爷，那女医苏莲雾还锁在死牢里，听说快被折磨得没气儿了。您看，没气了也得吊着命。是，等本老爷病好了，非得亲手将那贱人凌迟处死不可。还有那天在破庙前为他叫好的刁民，统统给知府打招呼，抓进牢里充军。死到临头还想着草菅人命，周员外，你这病怕是好不了了。员外，老朽方才诱观你气色，发现这药力迟迟不入骨，是因为你这府邸邪气缠身呐。邪气？没错，必须在仁心堂门口大开法事，驱散那些因烈药而死的怨气，您的病才能根除。法事快办，只要能救命，什么法事都行。邪祟遁形，公道昭雪。丧尽天良！原来我爹真的是被这种毒药害死的！黑心贼，勾结知府，断我活路，还钱抵命！还钱抵命！谁干的？给我撕了！来人，把这老道士抓起来，他在毁我名声！周员外，睁大眼睛看看，我是谁？你是苏莲雾，你不是在死牢里吗？那阴曹地府锁不住我，因为公道还没回来。杀人犯潜逃，家丁，给我动手，当场格杀！你们的茶水里早被我下了软筋散，现在连只鸡都抓不住。刁民造反，苏莲雾，你越狱煽动暴乱，按律当诛，给本府全部格杀，一个不留！杀人偿命，判官下台！今天不给个交代，谁也别想走！大家冷静，本府刚才也是被周员外这奸商蒙蔽了双眼，本府保证一定会彻查仁心堂，给大家一个公道。大人，您不能。公道？知府大人的公道是按银票的面额来算的吗？这是从你书房暗格里搜出来的证据，周员外送你的3000两雪花银，还有你们商量如何毒害王阿婆，如何垄断平江府药市的密信，这些你难道也要说是公道吗？诬陷，这是赤裸裸的诬陷！你这妖女越狱潜入本府书房，这些东西定是你为了脱罪编造出来的！捕头，还不快把这些赃物夺回来销毁！销毁？知府大人，你未免太小看我苏莲雾。这些证据的副本，早在2个时辰前就已送到了省城巡抚衙门。算算时间，巡案大人的快马应该已经进城了。疯了！你这个疯婆子，竟然敢捅到天上去！看，是巡案大人，巡案大人来了。
平江知府勾结奸商，草菅人命，证据确凿。来人，摘掉他的乌纱，将这2人一并锁了，押往省城严办。苏神医，你真是女中豪杰，救了咱们平江府啊！这不是我一人的功劳，若非诸位齐心协力，单凭几封信件，又怎能扳倒这些盘根错节的权贵？苏姑娘，好久不见。苏姑娘，这封信是给你送终的。这平江府的山水再好，恐怕你也无福消长了。替我转告你家主子，地狱我去过一次，觉得那里风景一般。他若是急着想去，我倒是不介意送他一程。死到临头还嘴硬，咱们走着瞧。哼！没人，糟了，中计了！锦衣卫的追踪术退步了，连我这小小的耳房熏香都闻不出来。你下了什么药？这药不会死人，但我的针废了你们的丹田气。回去告诉贵妃的兄长，井水不犯河水，这是最后一次。若是再来招惹我，下次送回去的就不是断了武功的废物，而是京城义庄里的烂肉。滚！一个小小的女医，不仅杀了本相的棋子，还敢废我府中的暗卫，简直目中无人！相爷息怒，平江府那边被押送的知府和周员外也传了话，他们愿出白银100万两，并交出苏家当年的地契证据，只求相爷能动用官兵，将那女医就地正法。100万两银子，去调拨当地驻军，就说平江府出了乱党妖女，格杀勿论。神医，我不行了。少废话，深呼吸。孩子头快出来了。奉旨办案，乱党苏联务躲在屋内，给本将包围了，一个蚊子也别放出去。官兵，看来那些狗官真的和京城联手了。生，别管外面，今天谁敢进这个门，我让他有来无回。苏然务，你涉嫌谋害朝廷命官，煽动暴乱，你是兵部通缉的要犯，识相的就跟本将回京受审。京中那位还真是心急，连这点接生的时间都不愿等。相爷交代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可以随你们走，但现在产妇气虚血亏，若不及时止血，便是一尸两命。你答应保证他们母子平安，我便不反抗。准了，给你1刻钟，别耍花招。苏神医，你是好人呐，他们凭什么抓你？那是知府和奸商害你，老天爷没眼啊！诸位请回吧，莲雾不过是去京城解释一番，去就回。大家照顾好身体，药摊的方子我都留给了城头的李郎中。这3天你们喝的水、吃的粮里，我都加了特制的棉龙散。算算时间，药力该透进骨缝了。怎么回事？我的腿！我说过，我只是去解释，但没说要坐着这笼子去。你下了毒？只是慢性散气药，会让你们浑身无力3天。我不想伤人性命，只要你们放我走，我现在就把解药丢在井边。走，让他走。苏神医，您怎么回来了？京城那边若是知道，平江府都要遭殃啊！他们要报复的不仅是我，更是平江府的百姓。诸位，仁心堂倒了，但京城的根还在。与其坐以待毙，等他们下一次派兵踏平大家的买卖，不如我们主动出击。我需要大家的钱粮，也需要大家的人脉。只有把这平江府拧成一股绳，才能跟那帮权贵掰掰手腕。干了！总好过被那帮蛀虫吸干血。苏神医，这是平江府这一带20家商号惨下的证据。周员外这些年搜刮的民脂民膏，有70%通过暗道运进了京城那位相爷的府邸。我们各村各户都记着账呢，哪年哪月被抢了地，谁家闺女被强掳去送了京，白纸黑字，赖不掉。结党营私，欺压百姓，这些在权贵眼中不过是寻常，唯有谋逆2字，才能一击毙命。机会来了，刚接到的密报，贵妃的兄长
那位权倾朝野的相爷要亲自下江南视察。他这会儿来江南做什么？知府倒了，周员外被扣，他在江南的钱袋子断了，自然要来亲自处理，顺便把我这个眼中钉彻底拔掉。既然他想亲自来收尾，那我就送他一场举世瞩目的葬礼。平江府那帮刁民杀几个头就清净了，那个叫莲雾的抓到了直接凌迟，不必回京。这些护卫虽精锐，但跟在这位不可无视的相爷身边久了，眼神里全是轻敌的傲气。江南这些酒囊饭蛋也敢跟本相谈公道，谁敢拦本相的路，本相就让他绝后！哈哈哈哈哈！放肆！外面是什么声音？禀相爷，是几百名百姓拦在驿站门口，说要告御状，手里还拿着各家的血书，告御状告到本相头上了，简直不知死活！传我令，让护卫出去，把那帮领头的刁民全部抓起来，如有反抗，格杀勿论。抓吧，你抓的人越多，这公愤的火就烧得越旺。这些东西就是你的断头台。既然你喜欢看戏，这场大戏的高潮，你也该亲自看看。抓！给本相全部锁起来！这些刁民竟敢惊扰本相，统统乱棍打死！相爷好大的威风！这江南的百姓即便有罪，也该由大理寺和当地衙门审理。相爷私自动用千兵捕杀，怕是不合规矩吧？规矩，本相就是规矩。平江巡抚，你来得正好，这些刁民暴乱，本相正要治你个失察之罪。失察与否，一查便知。相爷，请入内叙话。这是西域藩邦的密函，还有兵部被私吞的边防饷银账目。这谁放这儿的？这都是伪造的，是苏莲雾那个妖女伪造的栽赃。伪造？相爷，那信上的火漆私印，难道也是奴婢能私刻的吗？相爷，小人商号3年的利润都被你这亲信周员外抽了去，送进相府，账本就在此处，请大人明察。我等亲眼所见你家护卫肆意欺压无辜农户，大砸抢夺财物。相爷，你还想抵赖吗？贱人，本相先送你下地狱！相爷，这一针叫定魂，你就在这儿等着皇上的锁链吧。来人，摘其官帽，锁了，押往京城。本官要亲自进京面圣。听说了吗？圣上虽然震怒，但听说京里又派了位钦差大人来复核此案，说是要审出苏神医的通敌证据，反咬一口呢。钦差，看来贵妃剩下的那些党羽是打算拼死一搏，用这位钦差来把这盆污水泼回到我身上。大娘，药拿好，谢谢。既然钦差要来，那就让他看看这江南到底是王法大还是民心大。这一局还没完。大人，这些便是相爷与知府勾结的所有铁证，平江府万民的性命就陈写在大人笔下了。苏姑娘真乃奇女子，这些证据确实惊心动魄，本官定会秉公办理，还平江府一个朗朗乾坤。只是兹事体大，本官还需要3日时间核实细微之处，你先回去等候，一旦核实清楚，定给百姓一个交代。大人高义，奴婢先行谢过。态度如此诚恳，倒是让我有些意外。难道京里真的还有清流？快进！那箱子压出的车辙如此之深，里面绝不是文书。看来这公道标价10万两。务必在平江府处决苏莲雾，将相爷事反坐其身。事成之后，京中更有重酬。将计就计，那我就看看到底谁是谁的计。经本官核实，苏莲雾所供罪证皆为伪造。此妖女因私人恩怨，妄图陷害朝廷重臣。此女乃江湖妖医，善用幻术与毒药迷惑人心。捕头，速将这欺君罔上的妖女锁了，就地正法。苏神医，你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了。钦差不公，收受贿赂，我们要告钦差。刁民反了，给我乱棍打出去！钦差大人，您昨晚数着10万两黄金时，可曾想过这些也是伪造的？大人受贿的赃物就在刑钉床下，这就是大人的核实结果吗？既然你想要这个公道，那我就让全天下的百姓亲自来审你。栽赃，这全是这妖女栽赃本官，本官身为朝廷命官，岂会收受益？大人既然要证据，那
那民女就给您一个最硬的证据。刘管家，巡抚大人，刘管家良心发现，愿将昨夜相爷亲信如何送礼，大人如何分赃的细节当众招供。大人，老奴对不住您。苏神医说的对，这钱拿得烫手。回巡抚大人，昨夜京中相爷爷就不送来金银珠宝10万两，让我主子务必做死苏林雾的案子，还要将平江府闹事的刁民悉数关押，老奴字字属实。受贿翻案，陷害良民，你身为钦差，简直丢尽了朝廷的脸面。来人，摘其顶戴，锁了，押回京城，交由皇上亲审。苏神医连钦差都能扳倒，这是咱们平江府的大恩人啊！诸位，贪欲不绝，危机便不散，咱们还得警惕。钦差虽倒，但京里的那帮余孽肯定会反扑得更狠。我必须在他们下一次出手前，找到一个能彻底定乾坤的人。京里传闻，圣上新派了一位铁面无私的巡案，瞧这人的坐姿和眼神，应该就是他了。哎，你说这世道，苏神医那么好的医者，竟然差点被京城来的大官给害死。可不是嘛，那些贵妃的旧部啊，在京城横行霸道惯了，觉得这江南的百姓都是待宰的羔羊。听说他们还在外省安插了亲信，搜刮的银子能买下半个平江府呢。这位老人家，您方才说的京城旧部可有真凭实据？老身在这儿摆摊儿，听往来客商说的多了去了，那苏神医手里可攒着不少证据。可惜呀，官官相护，她一个弱女子，哪有地方申冤啊？若本官说本不能为他申冤呢？巡安大人，等您很久了。这些东西足以让那些京中权贵彻底伏法。大人，您敢接吗？本官此番南下，便为荡平污垢。苏姑娘放心，本官定彻查到底，还天下一个公道。终于，这把火烧到了该烧的人身上。这一次，我看你们谁能跑掉。大人，这已经是第3个通宵了，细节虽重，身体也要紧。莲雾姑娘，本官每看多一份账册，心里就多一份沉重。这平江府的冤魂在看着，本官不能漏掉一个恶徒。大人，方子有个神秘人往后墙扔了个大箱子，里面全是足金的元宝，还有一封信，说请大人高抬贵手。荒谬！来人，将元宝充公。送信的人若还没走完，直接给我锁了，扔进死牢。看来京城那些人是真的慌了。这么晚了，各位是来求医还是送死？拿命来！这是我特制的地气伞，原本是给相爷准备的，倒先便宜了你们。若非莲雾姑娘守夜，本官今日怕是要魂归平江了。大人说笑了，莲雾求的不是大人的感激，而是这些坏人能真正绳之以法。只要能还天下公道，莲雾做什么都愿意。好一个做什么都愿意！本官定不负你！勾结藩邦，私吞饷银，谋害官差，这贵妃的残党竟然猖狂至此！传皇上口谕，凡涉案官员，通通抄家入狱，主犯凌迟，3卒之内不得入室，将贵妃余孽一网打尽，朕要这朝堂干干净净。苏神医，您听说了吗？京里的坏官全被抓了，咱们平江府终于太平了。大家都说这次苏神医立了大功，皇上肯定要赏咱们活菩萨大官当呢。公道虽回，但风暴恐怕才刚刚开始。我的名字现在怕是已经摆在了皇帝的御书案上，逃出了齐南王府，逃出了深宫。难道这一世又要回到那个吃人的笼子里去吗？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平江府女医苏莲雾医术入神，揭发奸邪有功，特封为太医院院判，即刻入京钦此。院判，那是太医院的大官啊！苏神医这下真的是一步登天，光宗耀祖了。咱们平江府出了贵人了，以后看谁还敢欺负苏神医。院判，呵呵，说的好听是官，说的不好听，不过是换个法子把我关进那个红墙绿瓦的囚笼。我费尽心机才逃出来的地狱，难道又要自己走回去？林雾姑娘，这院判之职虽不及尚书，却是皇上钦点的，不知多少人求而不得。入宫后，你不仅能光王苏家门楣，更能用这一身经世医术救助天下最尊贵的人。这大好前程，你为何犹豫？大人，光宗耀祖不是我求的，救治贵人也不是我愿的。我从小跟着师傅浪迹天涯，在那深山草屋里为穷苦百姓熬药，在那破庙冷风里接生新命，日子清苦，
心却是自由的。自由，在官位与自由之间，你选后者。如果入宫为官，虽然身份尊贵，但却失去了自由，那不是我想要的。在那宫里，错一步便是万丈深渊，连生死都攥在别人手里，那算什么生活？人各有志，莲雾姑娘的高洁，本官自愧不如。只是，本官必须提醒你，那是圣旨，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若你公然违抗，引来的便是杀身之祸。杀身之祸，我躲过不止一回了。你打算抗旨？我不会抗旨，我只是不接。只要圣旨送达前我已消失，皇帝日理万机，不至于为了一个小小的游医而大动干戈，搜遍大江南北。最后一次看着平江府了。苏饶宇在那阴冷的王府地牢里成了枯骨，贵妃在那红墙内化作灰烬，而我苏莲雾应该在山川大泽之间。苏神医，你要走，怎么也不跟乡亲们打声招呼？若是没有您，这孩子怕是见不到今日的月亮。苏神医，这是家里新织的一匹素布，您带路上。苏神医，这里是大家伙凑的散银和鸡蛋，您云游辛苦，千万收下。诸位乡亲，能为大家治病，是林木毕生所求，更是我身为医者的快乐，断不需要任何回报。这鸡蛋我收下了，其余的请大家拿回去养家糊口。您是我们见过最好的大夫，平江府舍不得您啊！您以后还会回来吗？我答应大家，等云游四方归来，一定再回来看望乡亲们。圣旨在此，苏莲雾，皇上口谕，命你即刻随咱家入京，不得延误。放肆！苏莲雾，你为何不跪下谢恩？感谢皇上厚爱，但离雾志在江湖，习惯了这草木药香，不愿入那红墙绿瓦入宫为官。这圣旨我接了，但这官我不做。抗旨！苏莲雾，你可知这是诛九族的大罪？我这一世孤身一人，上无长辈，下无子侄，这世上也没有九族可诛。若是皇上非要治罪，莲雾也无话可理。疯了，简直是疯了！来人，给我拿下这刁女！苏神医是咱们的救命恩人，谁也别想带走她。想抓苏神医，先从咱们身上踩过去。是的。好，你们这帮刁民，本公公这就回去禀报皇上。苏莲雾，你给我等着！多谢大家，大家保重。莲雾必须走了，免得牵连各位。终于，这重重迷雾都散了。从选面具的那天到今日，我才真正握住了自己的命。云竹行医，救死扶伤，这才是苏灵雾的一生。